2024到25年新旧交替之际，恰逢我这些年来追的好剧接连回归，轮番更新，让人欲罢不能。再加上神剧高分重启，以及新掉入的剧坑，让这个半死不活的频道近乎陷入半身不遂。而原本应该在过年前完成的年度总结视频，也眼看就要烂尾。但是不管怎样，过去这一年还是值得回顾一下的。按照去年开始的传统，我们主要以正片以外的边角料素材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的台前幕后。那就从去年2月份的湖上滑冰开始吧。岛上甚至还可以烧烤。在大湖上滑冰呢，这种冰缝是最危险的，因为冰刀一旦卡进去呢，人就是一定会摔跤。湖上滑冰不仅是我24年的第一个正式视频，还是我全年拍的最费劲的一集。除了歪歪扭扭以屁股为代价的摔跤，来来回回以100米为单位的自拍走位，还得与铲雪车一起争分夺秒，防止相机被意外推倒。可我刚刚拼了命的赶回来，他居然不来这条路上。而且这个原本为了举办冰上马拉松而铲好的冰道，却在比赛那天彻底翻了车。明天就是冰上马拉松了，这个烧烤架已经准备好了，公共厕所也准备好了，但是冰面没有准备好，冰面已经化了。还好昨天把滑冰拍完了，今天温度零上了，冰上全是化出来的水。温度进入零上以后，换冰鞋的棚子里面也全是水。接下来的铲雪这集，虽然日常了很多，但依旧是非常费劲的一集，毕竟是个体力活嘛。而冰上钓鱼既是心血之作，同时也是这个频道开通3周年后回归本频道第1集题材的纪念之作。虽然数据低迷，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毕竟是一次亲子时光嘛。当然，还包括开场介绍时的另类滑冰。现在已经4月份了，现在已经4月份了。不行，那个冰面太差。寻路黑帮在欧鲁。其实，在4月份，我还去了一趟芬兰北方的欧鲁。由于是个拜访朋友的旅途，所以并没有奔着出片去拍素材。欧鲁呢，其实相当于芬兰的北境之都。如果以《权力游戏》这部剧来打比方呢，那欧鲁就相当于芬兰的林东城。这个呢，就是奥鲁集市大厅门口的胖警察。所有芬兰小屁孩都为之疯狂的网红饮料 Prime 的旁边，就是国产品牌我从小喝到大的椰树牌椰汁，以及这个上口就要喝的凉茶。奥鲁的集市大厅中居然还有中国的亚洲小店，这个集市广场有点萧条的样子，好多商铺都是空着的。你们看是不是特别流水账？再加上前面垮掉的 A 肉音频，非常影响剪辑的心情，所以这个剪了一半的视频就这么躺在硬盘里了。这也是我做视频的一个最大问题，有还看得过去的 B 肉，但没有什么撑得起内核的好内容。今年我想办法在这方面进步一点。有了这么一个中到崩殂的项目，直接把我的更新间隔拉开了1个月，时间也就来到了6月。在这个月，我从生活中的小事入手，水了一期洗车之痛和海鸥蛋失踪之谜。而在海鸥蛋这集，我由海鸥蛋的失踪提到了大自然的残酷。其实，在视频发布之后，我还看到了更加残酷的一面。比如
如这血淋淋的物竞天择，时刻在我们人类不注意的角落上演，依靠本能的生存，就是这么你死我活的残酷。6月还是芬兰正式入夏的月份，每逢夏至是芬兰的中夏节，各地都会燃起这庆祝白昼最长一天的篝火。篝火差不多烧完了，来晚了，明年再说吧。去这边，这后面就是个酒吧，其实氛围还可以。现在离开这个酒吧了，今年是没做好准备，就当为明年来踩个点吧。虽然我错失了中夏节的篝火，但夏季的暴雨和冰雹这种无差别攻击当然一场也没落。极端天气也是夏天的常客。不过从统计上的大方向看，阳光和户外是芬兰人永远的夏日关键词。好不容易从漫长的冬季熬过来，在日不落的夏天，自然要尽情地享受这既来之不易却又量大管饱的午夜阳光，和既转瞬即逝却又绵绵不绝的户外时光，给自己的身心充满能量，来应付这下一轮黑暗的严冬考验。7月是我们家自驾去挪威的月份，这次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北角。本以为大片会出自北欧尽头的广袤无际和一片荒凉，但路上的第一站，在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的淘金视频却取得了本频道开创以来的最好数据，也实现了过去这年最高的单集粉丝增长。果然和荒凉的欧洲大陆尽头相比，还是看别人淘沙取金更加过瘾。更何况我自己还没淘到金子，观众看完后还能怀着幸灾乐祸的好心情关掉视频。哇，这就是乌云逼近的感觉。幸好在下雨前我们到了这个博物馆。由于时间关系，我在淘金那一集里仅仅对这个博物馆提了一嘴。其实 SIDA 博物馆是一个专门讲述北欧原住民萨米族人故事的博物馆。这条裤子有点想要，好暖和的样子。该博物馆也荣获了2024年欧洲年度博物馆的称号。这里我特别推荐馆区内的露天部分，虽然展品并不是真古迹，但真实的森林场景和按古法还原的各种装饰，依然会让人产生穿梭时空的沉浸感。这居然还有旧时代的捕熊器，哇，熊就在那下面被压死，屌！而至于其他的4集，则是数据一集差过一集，也的确，除了北角那集，其他的也确实是一集水过一集，不冤。但是好不容易出趟远门嘛，重在记录这段经历，也固定一段回忆，即使水，也沉淀着我们一家的旅行记忆。7月的末尾，我们钻树林采蓝莓，开小船钓湖鱼，回归芬兰农家乐的生活。虽然我的辛勤劳作拍出来的视频在数据上依旧不见起色，但我其他家庭成员的辛勤劳作没有白费。我们是真采到了好几桶蓝莓，也钓到了好几条大鱼。哇，今天的收获，其实虚无缥缈的播放量，有和没有都一样，但吃进肚子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蛋白质都是实实在在的营养。只有好好生活，并充实自己，才是对抗数据焦虑的最好办法。随着只在夏天营业的冰淇淋车的最后一次兜售，和冰淇淋小卖部的收摊儿，芬兰的夏天也在8月底9月初正式进入了尾声。当时间来到金秋10月，除了在芬兰沟里国家公园拍到的壮丽秋色，过比欧本地的金秋也是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你就说这是不是你见过的风景最好的一家吧？
而芬兰秋季稳步升高的湿度和持续走低的太阳入射角，也让日出绚丽得如诗如画。刚才去后面拍岩石了，然后我还另外留了一个相机在那边，但因为我现在过去捡机器的时候，它还在那里，拭目以待吧。哦，它真的还在，相机还在，你永远可以相信芬兰淳朴的民风。为了拍岩石，今天上班要迟到了。啊，他妈的风景太好了！秋天也是天鹅和野鸭为南迁过冬做准备的季节，它们会增加进食，等待合适的天气出发南迁。天鹅跑到对面去了，要不我也去对面看看。和天鹅同框一下，天鹅呢？和天鹅同框一下。10月也是我时隔3年后再一次拍到极光的月份，详情请看到我总结了3年失败案例的上集，这里我们就略过。12月，为了赶上圣诞节的档期，我以频道开创以来最快的剪辑速度，10天连拍带剪完成了这期圣诞节的视频，但是依然没能赶上在平安夜之前发布，数据也依然一塌糊涂。唉，不想提了，过。圣诞过后立马就是新年，这也是芬兰唯一可以放烟火的一天。而这个元旦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人类的烟花秀，大自然也在天空上演了一场自己的灯光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加黄雀在后的是，我旁边有人在放烟火。太屌了！现在这个场景就很奇妙，天上有极光，后面有焰火，旁边还有出来 party 的年轻人，在这里 party。这就是我过去的一年。如此长的发在今年第2季度的关于去年的总结视频，我也不指望会有多少播放量。这集既是做给我自己看的，也是献给一路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的。不求覆盖全网，但求寻找频率相同的朋友。能看到这里的，都是同频的知音，我相信你们会懂我的。
正是有了你们的交流和鼓励，才让我有持续更新的动力，也让我更加关注生活，并多了一个理由尝试新的事物。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陪伴，让我们新的一年继续走下去。